不知崔家的小娘子，可愿出来一见？他的阿舅刚走，心情悲痛，已经睡下了。那我就在这儿说吧。高氏淮阳，为我族欠你父的血债，在此谢罪。本王替他收了，退下吧。我阿爹，他曾经是一位声名在外的世家公子，李氏七郎。昔日在世家公子中，因品行高洁而享声誉。他爱慕你娘，多次上门提亲，都遭崔氏先出身地婉拒了，最后甘愿入赘，进入崔府。我阿爹是如何入赘的？师父为何清楚？啊，是你拜师那天。师父怎么走了？他有事瞒着我吗？不会，或许殿下是不想让我当着他的面告诉你。你拜师那日，你娘对殿下说，你是因为阿爹的事才得了失语症，于是殿下便把李氏一族、崔氏一族还有你阿爹的事前前后后、仔仔细细地了解了一番。殿下对你这个徒弟呀，真是用了心了。居士，当年的高氏是怎样的家族啊？我知道，高氏是个避讳话题，军师要是为难。高氏呢，出过2代皇后，盛极一时，在朝中掌握着生杀大权，一度压过了刘氏皇族和崔氏。但是因缘果报，如今没什么人记得高氏了。三娘子想尽快回京，送宗主回清河郡。朝中大臣们的吊唁在今日要结束了。知道了。所以到夜里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洪将军，三公子有何吩咐？我和洪将军同在王郡为将，地位相当，为何要受吩咐？末将受命，守护崔府的平安。在此处，我是守将，你是主人，自然可以吩咐。我记得你们素来交好，怎么偏在人家父亲离世之后有了矛盾？不是矛盾，公事公办。我这2日心中痛苦，可能在言行上冲撞了洪将军。啊！今夜，不知洪将军可否一见，让崔某当面赔罪。今夜当然可以。今夜我守夜。我们南城王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，靠的就是军中士气。将军之间怎么能有嫌隙呢？你们今天必须给我好好谈，啊！哎，
崔某有些话藏在心里多年。让我先说。崔公子是世家子弟，想要说什么都要讲究礼数，讲究世家门面。我是一个孤儿，没有什么束缚，还是让我先说吧。那天，崔家三公子带着他的妹妹出入西州，在城楼下被我给拦住了。对他一见，让我很难忘。我以为世家公子会受不了军中的苦累，谁曾想他苦守寿阳多年，孤城抗敌，数次被围，几经生死，却从未撤兵，为百姓守住了南面的大门。洪将军，谬赞。对这位公子，我敬重他，我也……小月，让我说。不，我先说。我想说的，可能比公子的还要多。这是有关你的捷报，我收藏了多年。洪将军的战功远胜本将，早已名扬中原。崔峰爱慕将军，却不敢言。自始至终，都是我爱慕你，求而不得。盛况5千里绵长，不求谁人传唱，只求我终不忘。朕听过你，萧文。萧文已死，贫僧是萧燕。你为自己改了名字？皇叔信你，朕自然信你。朕以你旨，封你为凤阳王。以后留在中州，这一生有北辰佑护你。谢陛下，贫僧不愿留在中州。那你想去何处？果然世人还是更愿意追随皇叔。陛下，萧燕她想加入南禅王军，只是想日后能有机会亲手为父母报仇。哎，军师无需解释，朕不避讳这些。朕答应你，凤阳王的封号，朕也给你。贫僧已是一个出家人。哎，凤阳王，你虽剃了度，却还有尘缘心。待你何时血仇得报，再来告诉朕，你想不想要这个封号？贫僧，天子之言，领旨即可，不可无逆。贫僧领旨。这便对了。皇叔何日启程？明日启程。那下次见是何时？最好此生不再相见。朕是有何地方让皇叔不满？臣回来
朝中必然是有大事发生，所以臣宁愿此生不再相见，于西周东望中州，盼陛下成为一代圣君。朕羡慕皇叔，身边能有这一干能将。朕想问皇叔要一个人。谁呀？请军师像昔日教导先帝一样，留在中州，辅佐朕。师父在想军师的事。军师对于我来说，如师如父，把他留在京师，我无法安心。军师回来了。臣来跟殿下道别。你想留下？是。陛下没有强求，你还有考虑的机会。臣知道，殿下是在担心我。昔日受先帝所托，追随殿下出宫，这一晃，你我已有了10数年的征战生涯。现在殿下完全都可以独当一面，有没有臣在，都一样。殿下，无论何时，你都是我的左膀右臂。若我身躯，不可伤，更不可断。有殿下这句话，老臣死都无憾了。大清的陛下尚且年少，身边又没人可用，所以老臣才决定留下辅佐他，就如同当初辅佐你一样。嗯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本王只好点头放任了。军师，请牢记，西周永远等你回来。好，老臣也求殿下一件事，之后请殿下把老臣葬在西周。殿下，你和公主的婚宴在何时？3年后。父亲遗命，不必拘于校期，越快越好。太后也是这个意思。太后想在什么时候？在我回清河郡之前，她想让公主陪我回清河郡，为我阿爹守孝。就算不顾及校期，我们如何办喜宴？太后旨意不办喜宴，送公主入府，即完婚。我2年内回去。看妹妹紧张的，生怕殿下不要她回去。我是在算时间，看看是否能亲自去接你。那个时候，我应该在6镇。国事要紧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国事家事都要紧。就算我不送，也有崔寿将军送，殿下安心。义父，
孩儿为义父卜了一卦，卦象为凶。在这权力之巅，谁又能独善其身呢？此卦不可告诉任何人，连殿下也不能说。凤将军，这是？末将参见凤阳王。凤将军多礼了。咱俩真有缘，名字里都有一个凤字。贫僧比不了凤将军，凤将军是巾帼英雄，我这凤字虚淡了。有些人真是命好，生来就要封王，到哪里都是王。有些人真是命好啊，生来要做小南陈王的徒弟，到哪儿都是南陈王府的人。你这么说还真是。你呢，是费尽心思进我们王军，我可是一开始就在的。所以，该贫僧羡慕凤将军才是。哎，师父不让人打扰。师姐，师父在里面。在，快进去吧。师父就是在等师妹。明日走后，师妹要许久之后才能见到师父了。凤阳王就不要占用今日了。多谢凤将军指点。十一，师父怎么知道是我？你师姐在外面守着，不会放外人进来的。哦。师父明日就要走了。对。这还是我拜师以后离开王府最久的一次。是啊。阿娘虽然定下了日子，但我许久没回家了，怕万一有什么事耽搁了，恐怕要更久之后才能回西州。无妨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师父前后只回了4个字。你只要记住了，南陈王府一直都会在，我和你的师兄师姐们也一直都会在。对我们来说，你只是去就回。嗯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好。我要带十一出宫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？不方便吧？师父这回来中州，无人知晓，带上我们的话，怕暴露身份。凤将军说的对，这临别在即，难免伤感。贫僧也想仔细看一看这中州宫城，就不陪殿下了。走吧。嗯。师父，哦，我忘了在宫外了。你小时候常来这儿吗？离开中州之前，经常来。那我要好好瞧瞧。